第160章离别。从山洞上跃下谷底，萧炎目光在谷中扫了扫，发现那小茅屋之中灯火依然通明。在茅屋之外，身着素白衣裙的窈窕身影正坐在小椅上，斜靠着门板，借助着火光，低头沉迷在手中的七彩卷轴之中。四世听到了响起在不远处的脚步声，小医仙微蹙着柳眉，将视线从卷轴上移开，望着那在月光的照耀下缓缓走过来的少年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修炼完成了吗？屋内还有热着的食物。听得这般温软细语，萧炎心头微微触动了一下。这番话，这番场景，就犹如是那久待着丈夫归来的小妻子一般，轻柔的话语中蕴含着等待与关切。脸庞上的表情越加柔和，萧炎走得进来，一屁股坐在小医仙身旁，偏头望了望他手中的七彩毒经，然后目光在那张俏美的脸颊上扫过。片刻后，似是发现了什么，眉头微皱，有些无可奈何地轻叹了一口气，伸出手来，将小医仙红润小嘴旁的一丁点难以察觉的黑色粉末查下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看小医仙的这般状态，很明显，在他修炼的这段时间，他又服了毒。望着萧炎的举动，小医仙俏脸先是一红，紧接着看见了他手指上的丁点黑色粉末，顿时怯怯地将目光移了开去。移开片刻后，他又是赶紧从怀中掏出一条白色丝巾，小心翼翼地将萧炎手指上的黑色粉末全部查尽。我明天或许就得走了。望着那查视着毒粉的小医仙，萧炎忽然道。查视的玉手微微一僵，片刻后回复了柔软。小医仙微微点了点头，轻声道，在这里停留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也的确该走了。你离开这里后打算先去哪？沉默的气氛持续了一会，萧炎笑问，这将他打破了去。我想离开加玛帝国之后，我或许会去出云帝国看看，然后四处游历大陆。小医仙强作微笑的道。出云帝国。心中呢喃了一声，萧炎再次苦笑了一声。即使他从没去过那个帝国，不过他也能知道一些关于出云帝国的消息。在那个帝国之中，毒师的数量比其他任何帝国都要多。我会去塔格尔大沙漠继续修行，那里在加玛帝国的东部边境，而出云帝国则是在加玛帝国的西部，所以明天动身的话，我们便得分开了。萧炎揉了揉额头，抬起头望着天空上的星星，说道。哦。微微点了点头，小医仙明显情绪有些不高，低声道，那希望你保重吧，明天一别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面了，说不定以后的日子我会不再回来。不过也不一定，如果日后的我走到那人神共愤的地步，我会回到这个小山谷，然后等着这恶难毒体的命运终结。望着小医仙那有些悲哀的光洁侧脸，萧炎微微张了张嘴，想要说点什么，却是吐不出话来。毕竟听药老所说，当年那位拥有恶难毒体的女人便是干出了这种惊悚的灾难事件。沉默了半晌后，萧炎只得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劝慰道，不会的，虽然恶难毒体成熟后会有些可怕，不过只要你能够多自控一些，不要一怒之下施毒，杀个10几万人的话，应该不会有谁不长眼的来招惹你。苦笑了一声，小医仙微微摇了摇头，却是保持了沉默。他并没有告诉萧炎，如果恶难毒体一旦成熟之后，其体内的毒素会使得主人偶尔间的精神有些错乱，如果处于那种状态之下，小医仙也并不能保证会不会真的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来。轻甩了甩头，小医仙沉吟了一会，忽然在萧炎疑惑的目光中起身走进小茅屋内，片刻后小心翼翼的一个精心包装的香袋与一个小玉瓶，这里面的东西名为落魂散，不过虽然名字有些吓人，不过并不是纯粹的毒药，这是我在七彩毒经中找到的，也是现今为止我能炼制的最高级药粉。扬了扬香袋，小医仙笑道，这落魂散能够散发出极其刺眼的气味，而且我在里面加了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如果日后你遇到你解决不了的强者，可以将它撒向对方，在出其不备的情况之下，即使对方是一名大斗师，那也将会被药粉所释放的刺激味道给暂时的封闭视线感官，而这段时间你就趁机逃生吧。有些好奇地接过香袋，萧炎想要打开，却被小医仙赶忙地阻止了下来，同时把手中的玉瓶也递了过来，嗔道，这些毒药
可不会分什么敌我。你在使用它的时候，最好把我配置的解药吃了，不然你的视线功能同样会被暂时的封闭成瞎子。讪讪地缩回手，萧炎小心地将两种东西收好，说不定在日后的某天还真会用上它们，也说不定呢。将这些东西给萧炎之后，小医仙又从怀中摸索出一只玉瓶，将它丢向萧炎，道：塔格尔大沙漠里面是美杜莎蛇人的地盘，他们最擅长的便是蛇毒，这是我炼制的解毒丸，虽然不可能完全抵御蛇毒，不过一些实力不强的蛇人的蛇毒倒是能顺利的解去。摩挲着还带着点点温暖温度的玉瓶，萧炎微微一笑，虽然这解毒丸对他这炼药师来说没多大的用处，可小医仙这番心意却实在是让得他有些感动。好了，我也就这些东西了，全都给你了，别想再剥削我。摊了摊手，小医仙冲着萧炎俏皮的道。萧炎笑着点了点头，伸出手指在那戒上刨了刨，同样是一个小玉瓶出现在掌心中，玉瓶中还装有7枚回气丹，是先前萧炎修炼时所遗留而下的。抬起手中的玉瓶，萧炎将它冲着小医仙扬了扬，笑道：想必你在青山小镇还没见过真正的丹药吧？闻言，小医仙灵动的双眸微微一亮，紧盯着萧炎手中的玉瓶，惊声道：这里面装的是丹药？诺，送给你了。笑着点了点头，萧炎也是将之抛向小医仙，被后者赶忙小心翼翼地接住。小心一点啊，摔坏了怎么办？接住小玉瓶，小医仙嗔怪地白了萧炎一眼，然后赶忙揭开瓶盖，从中倾斜着倒出一枚略微有些碧绿的圆润丹药，放在俏鼻下轻嗅了嗅，清新的药香让得小医仙略微有些沉醉与心酸。这种味道他曾经追求了很多年，可惜到头来他却只得闻到毒药的腥味。这就是丹药吗？果然不是我用普通火焰粗糙的将药材融合在一起可以相比的呢。望着丹药表面的圆润与光泽，小医仙叹了一口气，无奈的道：好了，送给你丹药又不是要打击你，丹药名为回气丹，它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内所消耗的斗气，与人战斗时有回气丹的相助，那可能省不少的力。瞧着小医仙自怜自艾的模样，萧炎摇了摇头道：难怪上次和木蛇战斗时你竟然能支撑那么久，原来是有这种宝贝。不客气的收好玉瓶，小医仙笑盈盈的道。萧炎笑了笑，不在这问题上纠缠，斜靠着门板，静静的抬头望着漫天星辰。被安静的气氛所感染，小医仙也沉默了下来，玉臂环着修长的双腿，灵动的眸子与天空上的星辰同时的悄悄眨动。月色迷人的幽谷中，一男一女安静地仰望着夜空，直到天空上的月亮逐渐的暗淡之后，睡意涌来的两人这才互相依偎着，靠着门板缓缓地沉睡了过去。当第二日萧炎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，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地躺到了床榻之上，偏头在空荡荡的房间中扫过，狠狠地甩了甩头，将睡意从脑中驱逐，然后坐起身来走出小屋。出了小屋，萧炎发现小谷的山空处，蓝鹰正在缓缓地盘旋着，嘹亮的鹰啼声不断响彻着，似乎他也知道了今日即将离开这里一般。你醒了？就在萧炎探手寻找时，清脆的女子声响忽然的从左边传来。偏过头来，萧炎望着那挎着花篮采集了一篮子药材的小医仙，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，伸出来在怀中摸了摸，最后摸出一枚在乌坦城拍卖会所得那戒，上前2步抓起小医仙的玉手，将之套了上去，笑道：算是送别的礼物吧，有了它，你储存药材也方便一些。把玩着手指上那戒，小医仙微微一笑，虽然知道这种东西很是有些昂贵，不过他却并未拒绝，将花篮中的药材一株株的小心收进那戒中，然后再把七彩毒晶等等东西全部装进。他抬头对着萧炎柔声道：你不去准备点药材，出去后可再难寻到这种好地方喽。嘿嘿，前2天就准备好了。得意地扬了扬手指上的那戒，萧炎笑道。美眸盯着萧炎那灿烂的笑容，小医仙翘鼻一挺，吐了一口气，将手中的竹哨放进红润小嘴中，轻轻一吹，淡淡的声波穿上了云霄。听着声波，天空上的蓝鹰
顿时盘旋而下，双翼扇动间，将萧炎两人身旁的植物吹得匍匐在了地面。走吧，最后一次的同城了哦。向前走了一步，小医仙落落大方，将柔软的娇躯贴着萧炎，笑盈盈的道。笑着点了点头，萧炎伸出手臂，揽住那看似弱不禁风的柳腰，脚掌在地面一蹬，两人的身形便是猛地拔地而起，最后稳健地落在了蓝鹰背上。站在鹰背上，萧炎望着那越来越渺小的谷中茅屋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：再见了。